大家好，我係市場先生。匯豐控股今年嘅股價表現唔錯，年初至今嘅升幅超過10%。今集就同大家一齊嚟睇匯豐控股2024年第一季嘅業績。開始呢集影片之前，如果你對深度分析財報有興趣，請訂閱我嘅頻道、按讚及分享俾朋友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匯豐控股2024年第一季度嘅營業收入207.5億美元，同比增加3%，但輕微低於市場預估嘅210.3億美元。其中淨利息收益為87億美元，減少咗3億美元，淨息差1.63%，同比2023年第一季度下跌6個基點，主要係反映存款定期化導致負債資金成本上升。不過同2023年第四季比較，淨息差環比已經回升11個基點。收入增長嘅主要貢獻來自非利息收益增加9億美元，其中交易收益增加13億美元，主要來自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業務。除稅前利潤126.5億美元，按年下跌1.8%，大致符合市場預估嘅126.1億美元。值得注意嘅係，收入上升3%，但係稅前利潤卻下跌1.8%，原因包括信貸損失撥備增加3億美元，以及營業支出同比增加咗6億美元。另外，2024年第一季同2023年嘅第一季都各自有一啲特殊嘅項目。第一，2024年嘅第一季完成出售加拿大銀行業務，錄得48億美元嘅收益，呢個影響嘅結果係2024年第一季增加收益48億元。第二，阿根廷業務分類為持續出售用途後，於2024年嘅第一季確認咗11億美元嘅減值，呢個影響嘅結果係2024年第一季減少收益11億美元。第三，2023年嘅第一季出售法國零售銀行業務相關嘅減值回撥咗21億美元，呢個影響嘅結果係2023年嘅第一季增加咗收益21億美元。第四，收購英國矽谷銀行於2023年嘅第一季確認15億美元嘅收益，呢個影響嘅結果係2023年嘅第一季增加收益15億美元。不過將呢一堆嘅特殊項目綜合計算落嚟，其實淨影響只係令到2024年第一季增加咗1億美元嘅收益，其實大部分嘅影響已經大致互相抵消咗。2024年第一季股東淨利潤101.8億美元，同比下跌1.4%。值得注意嘅係，雖然股東淨利潤下跌，但係每股基本盈利0.54美元，係增加咗3.85%。原因係匯控持續回購股份，導致發行股數從2023年3月底嘅197.24億股減少到188.23億股，減少咗4.6%。另外，匯控宣布總值88億美元嘅分派，當中包括2024年第一次股息每股0.1美元，按年持平，以及來自出售加拿大業務所得嘅特別股息每股0.21美元，合共派息0.31美元。不過呢個已經係市場預期之內。匯控並且宣布新一輪最多達到30億美元嘅股份回購，規模超過券商預期嘅20億至25億美元。接下來同大家睇下匯控嘅信用表現。呢張圖寫嘅 ECL（Expected Credit Loss） 即係預期信用損失。大家可以睇到2024年第一季匯控嘅預期信用損失撥備雖然同比增加3億美元，但其實趨勢更加重要。從呢幅圖可以睇到，預期信用損失已經見頂回落，從2023年第三季嘅高峰11億美元持續回落到2024年第一季嘅7億美元。其中中國商業地產嘅撥備亦都從2023年第三季嘅高峰5億美元持續回落到2024年第一季嘅1億美元。
接住睇下影響資金成本嘅存款情況，其中香港存款定期化嘅問題喺第一季已經有所舒緩。呢幅圖紅色條線係定期存款嘅佔比，可以睇到定期存款佔比從2022年第四季只有25%，持續上升到2023年第四季嘅38%。將100% 減去定期存款佔比，就係 CASA 存款嘅佔比，意味匯豐香港嘅 CASA 存款佔比從2024年第四季嘅75%持續下跌到2023年第四季嘅62%。CASA 存款比率係越高越好，因為 CASA 存款嘅成本係比較低嘅。幸好2024年第一季定期存款佔比維持喺38% 嘅水平，沒有進一步上升。匯豐披露，如果存款從 CASA 存款轉去定期存款，每30點子嘅轉變會導致每年嘅利息支出增加5億元。最後睇下2024年嘅指引，第一，有形股本回報率嘅目標維持喺15%左右，超過市場預期嘅13.5%。第二，淨利息收益至少達到410億美元，而市場預期係422億美元。第三，預期信用損失撥備佔貸款總額平均值大約係40個基點，而市場預期係39個基點。總括嚟講，匯控2024年第一季嘅業績大致符合市場預期，而回購力度則超出市場預期。加上公司對有形股本回報率嘅目標指引15%，比市場預期嘅13.5% 為高，意味2024年每股盈利係有機會比市場預期嘅高5% 左右，對股價有正面嘅影響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請訂閱我嘅頻道、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再見。